西湖深处掩残垣，瘟疫肆虐鬼哭魂，白骨惊魂千年卧，风衣石砚丧人伦。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在意大利有一座美丽的水城，名叫威尼斯，它以浪漫的运河和迷人的建筑而闻名于世。但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迷人的水域之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波维利亚岛，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禁地的孤岛。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小岛经历了瘟疫、战争和疯狂，累积了无数的死亡和痛苦。有人说，岛上的土壤一半是由死者的骨灰构成的；有人说，那里游荡着瘟疫受害者和精神病人的冤魂。据说，所有踏上波维利亚岛的人都经历了难以解释的恐怖事件，当地渔民更是对它避之不及，宁可损失渔获，也不愿靠近一步。那么，波维利亚岛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真的是一座被诅咒的幽灵岛吗？意大利威尼斯，浪漫水乡，贡多拉上的歌声回荡在蜿蜒的运河间，华丽的宫殿和教堂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切都仿佛童话般美好。然而，在这片如梦似幻的景致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波维利亚岛，一个被当地人视为禁忌的孤岛，静静地躺在威尼斯西湖的迷雾之中。这座面积仅 0.07平方公里的小岛，形状如同泪滴，散落在威尼斯和丽都之间，与喧嚣的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它就像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波维利亚岛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21年，当时西罗马帝国摇摇欲坠，蛮族入侵的铁蹄踏碎了宁静的生活，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往这片看似安全的西湖小岛寻求庇护。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新的家园，努力在乱世中求得一线生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波维利亚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小社区，居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远离大陆的纷争和管辖，他们幸运地躲避了沉重的税收和苛刻的法律，岛上居民安居乐业，生活平静祥和，仿佛世外桃源一般。9世纪时，波维利亚岛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长，甚至拥有了专门的行政长官进行管理。然而，这片宁静的土地终究未能逃脱战火的侵扰。1379年，基奥甲战争爆发，威尼斯共和国与热那亚共和国展开了激烈的海上争夺。为了增强防御力量，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将波维利亚岛改建成军事要塞，岛上居民被迫迁往内陆的朱代卡岛。从此，波维利亚岛再次沦为无人岛，繁华的景象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和无尽的荒凉。而这仅仅是波维利亚岛漫长而黑暗的历史开端。当历史的指针拨到14世纪，一场空前的浩劫降临欧洲，黑死病也称鼠疫。这场瘟疫如同死神挥舞的镰刀，无情地收割着鲜活的生命。欧洲人口锐减1/3，城市和乡村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这场浩劫中，威尼斯共和国也未能幸免。为了阻止瘟疫的蔓延，绝望的当局将目光投向了荒凉的波维利亚岛。1793年，2艘本应驶向威尼斯的商船在例行检查时被发现船上有多名感染瘟疫的船员，于是商船被扣留，病人被强制隔离在岛上。自此，波维利亚岛正式成为了瘟疫隔离区，一个充满死亡和绝望的炼狱。随着瘟疫的肆虐，越来越多的病人被送往波维利亚岛，其中包括垂死的老人、无助的妇女和可怜的儿童。他们被粗暴地从亲人身边带走，扔到这片孤岛上，任由病痛折磨，最终走向死亡。在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有希望，只有无尽的恐惧和绝望。波维利亚岛变成了人间地狱，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和焚烧尸体的焦糊味，病人的呻吟和哀嚎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曲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交响曲。据估计，在几个世纪的瘟疫肆虐期间，共有16万具尸体被埋葬或焚烧于这座小岛之上。有人甚至声称，岛上的土壤一半是由死者的骨灰构成的。目击者描述，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红了夜空，焚烧尸体的恶臭弥漫在整个岛屿上空，久久不散。这恐怖的景象成为了波维利亚岛挥之不去的梦魇。更令人不安的是，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开始在岛上流传。由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有限，将尸体腐烂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和液体，以及从口鼻中流出的血液，误认为是吸血鬼吸食人血的证据。为了杀死这些所谓的吸血鬼，人们会残忍地将石头塞进尸体的嘴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使其成为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幽灵岛。20世纪初，科学的进步为医学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们带来了希望。1922年，一座精神病院在波维利亚岛上拔地而起，人们希望这片曾经的死亡之地能够转化为治愈的场所。然而，事与愿违，这座精神病院并没有带来救赎，反而成为了新的恐怖源头。据传，这座精神病院的院长是一位精神扭曲的医生，他将病人视为实验对象，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脑叶白质切除术，这种在今天看来极其残忍的手术，在当时却成为了这位院长常用的治疗手段。冰冷的手术刀、尖锐的凿子和沉重的锤子，成为了病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病人们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非人的虐待，他们的身心饱受摧残，在绝望中苦苦挣扎。在阴森恐怖的医院里，病人们声称看到了瘟疫受害者的鬼魂在走廊里游荡，听到了他们在夜晚发出痛苦的尖叫。至于这位疯狂的院长，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他最终精神崩溃，从医院的钟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也有人说他是被岛上冤魂的索命声逼疯，最终选择了自杀。还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最后才选择了自我了断。1968年，这所充满黑暗历史的精神病院终于关闭，波维利亚岛再次被废弃。此后，意大利政府曾尝试将岛屿出租，希望有人能够将其改建成酒店或其他设施，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可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据说，参与修复的建筑工人在岛上经历了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异事件，被诡异的气氛所震慑，最终不得不放弃工程。如今的波维利亚岛，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威尼斯西湖的怀抱中。废弃的医院、斑驳的墙壁、锈迹斑斑的设备，以及漫生的藤蔓和杂草，无不诉说着他曾经的辉煌与苦难、死亡与疯狂。这座被时间遗忘的小岛，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所隔离，与世隔绝，成为了一个令人既恐惧又好奇的禁地。虽然官方明令禁止游客登岛，但波维利亚岛的黑暗历史和神秘氛围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吸引着无数大胆的冒险家和超自然现象爱好者。他们试图突破禁令，乘船靠近岛屿，甚至冒险登岛探险，希望能亲身感受这片幽灵岛的阴森气息。可据说，那些踏上波维利亚岛的人都经历了难以解释的奇异事件。有人声称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和尖叫，有人看到了漂浮在空中的幽灵和人影，还有人感受到了莫名的推搡和抓挠，甚至在身上留下了无法解释的伤痕。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当地渔民，也对波维利亚岛避之不及。在他们世代相传的故事中，波维利亚岛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据说，即使在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也能在清澈的水面下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白骨。如果渔网不小心打捞到了头骨或其他骨骼残骸，渔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整网的鱼都倒回海里，宁可损失渔获，也不愿触犯禁忌，招来厄运。